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内娱的白月光 CP 谭松韵、任嘉伦时隔5年再携手，能拯救古偶寒冬吗？说实话，这2天刷到谭松韵、任嘉伦要2搭长接长的消息，我那颗已经对古偶半死不活的心，忽然又哆嗦了一下。嗨，人到中年还被 CP 营业拿捏，挺丢人。但真香吗？我先交代一下时间点，免得有人说造谣。2024年开始，圈里陆陆续续在转长接长这个项目，网传是古装权谋加爱情的设定。最近有营销号报说男女主锁定谭松韵和任嘉伦，还点名制作班底跟《锦衣之下》高度重合。官方现在没官宣，都是业内在那儿互通风声那套。但你混内娱久了就知道，有些风声要是一直不辟谣，多半不是空穴来风。我就纳闷了，按说这俩人从锦衣之下之后，各自事业都不差，也不是非得抱团取暖的那种咖位，怎么一提到2搭，路人和粉丝能难得达成统一战线，全在那儿嗷嗷叫着快点拍？这就不是单纯的 CP 营销了，这是文化现象。回头想想2019年底追《锦衣之下》那会儿，真是现在想起来都带点朦胧滤镜。那会儿古偶还没烂大街到现在这个程度，平台也没这么浮躁。陆毅一个眼神，金夏一个笑，弹幕里全是嗷嗷嗷啊，大家还挺单纯。而有意思的是，这剧当时也不是 S 加大制作，宣传也不算铺天盖地。就是靠口碑一点一点爬上去，播到中后期，热度越滚越大。你看猫眼现在的数据，锦衣之下2024年这会儿1个月还能日均200多万播放量，经典剧榜单前5蹲着不挪窝，这在古偶里真不多见。那说明啥？说明观众对陆毅和金夏这对组合是有记忆沉淀的。属于那种过了5年还能叫出台词的程度。互联网健忘，但对真刻到骨子里的 CP 会格外长情。而反过来看这2年的古偶市场，真挺惨淡。各种爆款预定上线，结果呢？一个比一个拉胯，画面滤镜磨皮拉满，故事空心，角色工具人，感情线就是堆糖浆。我刷了几部所谓的大 IP 加顶流古偶，10集之内能把我劝退，角色一模一样。女主永远是嘴硬心软小白花，男主永远是面瘫醋王，演法都是一个模板套8部剧，看着就困。说到底，观众现在不是缺帅哥美女，而是缺有火花的人。任嘉伦的陆毅为啥能出圈？就是他那个眼神里真有戏，冷是冷，但不是面瘫，是那种收着劲儿的狠和克制。他往那一站，你就信这人真杀过人，不是端着架子的花瓶。而谭松韵的金夏，那个灵劲儿和生活气，是很多流水线古偶女主演不出来的。她笑起来眼睛一弯，整个人是活的，不是女主模板001号。所以一听说长接长的人设是白天大家闺秀，晚上江湖侠女，这就对味儿了。谭松韵演2副面孔，她的优势正好在这儿，既能演小家碧玉，又能演街头胡同里长大的那股狠劲儿。你要真找个只会摆造型的流量来演，观众一眼就看穿了。而任嘉伦这边，传说演的是全清朝野的摄政王，比陆毅更深更狠。这人设要是立住了，那种压迫感比当年锦衣卫大人还带劲。当然我也得泼点冷水。你想啊，这么多年，关于2人2搭的瓜转过多少次？每次都是有望合作，正在接触，结果等来等去全是空炮。粉丝现在也学精了，嘴上说着妈呀磕疯了，心里默默加一句没官宣，一切当同人文看。谁知道这波会不会又黄？所以我写这篇的时候也得把话说明白。现在一切都是业内流传加媒体侧写，没有官宣就不算板上钉钉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我反倒觉得有意思的是，长街长这类项目之所以能被反复拿出来讨论，本身就暴露了内娱古偶现在的窘境。平台、资方、制作方都在焦虑，观众还吃不吃古偶这口？还能不能再出一个像《锦衣之下》那样的长尾爆款？你看数据，古偶整体热度在往下掉，但只要有一点情怀加口碑的组合，大家立马精神了。这就是所谓白月光 CP 的价值。说白了，现在内娱太缺让人信服的感情线了。别看一个个项目 PPT 写的天花乱坠，什么权谋大戏、女性成长，真播出来全是粉色滤镜加尴尬台词加生硬对视。观众不是不想谈恋爱，而是不想看智商被按在地上摩擦的恋爱。而谭松韵、任嘉伦这一对，当年就是靠你能信的那种情感细节火起来的，拉手都能拍出层次感，那才叫化学反应。有圈内朋友跟我吐槽说，现在很多古偶现场就是先定流量，再拼 IP， 再凑导演，再往里塞金主演员，剧本反而排在最后。你说巧不巧？锦衣之下当年剧本虽然有删减和魔改争议，但整体节奏、案件线、感情线是完整的，是能撑得住的。而现在好多大项目前期连剧本都没打磨完就开机，边拍边改，演员都猛，你让观众怎么入戏？所以这回长街长传出原班制作班底这几个字，大家才会眼前一亮。这个原班到底有多原？现在谁也说不死。但如果导演、编剧、剪辑有一部分真是当年那帮人，我觉得在审美和节奏上，起码不会太离谱。你说观众图什么？不就是图个稳当吗？谁愿意开会员去陪你试读？我个人有个小私心啊，我特希望这剧别走现在古偶那套流水线滤镜加统一审美的路子。锦衣之下当时画面其实不算顶配，服化倒也谈不上多奢华，但它有点江湖气，有点市井味儿，角色身上有灰尘，有汗，有烟火。长街长要真是权谋加江湖的故事，那就别全弄成贵妃同款大拖尾，摄政王天天在宫里走秀，那就俗了。再说两位主创现在的状态，任嘉伦这2年戏挺多，锦衣之下之后又演了不少古偶现代剧，口碑有高有低，观众对他的演技争议也挺大，有人说他用力过猛，有人说他台词拉垮。我觉得吧，他属于那种角色选得对就能爆的类型，一旦人设和他本人气质贴上了，他那种眼神戏是能顶住大荧幕的。而摄政王这种角色本身就有点升级版陆毅的味道，如果剧本够好，他反而容易找回状态。谭松韵这边更有意思，她算是少数在古偶、现代、家庭剧里都混得不赖的女演员。最好的我们以家人之名那一挂，她的青春感是真吃香，而到了古装，她的娃娃脸又自带反差萌，你以为是傻白甜，结果人家能给你来一刀。我挺期待她演白天大家闺秀，晚上江湖侠女这种反差，如果导演敢放手，让她在夜戏里彻底演一把，可能会比今夏更好玩。当然，也有隐忧。5年过去了，观众审美在变，这俩人的状态也在变。你想啊，当年陆毅和今夏那种青涩又克制的感觉，是带着点初恋感的，现在在演古偶，年纪摆那儿了，气质会更成熟，能不能再演出那种小心翼翼的悸动感？这对他们俩来说也是考验。而且长街长的人设听起来更复杂，权谋、双面身份、家国大义，一旦处理不好，很容易变成悬浮的大男主爽剧。说实话，我更关心的是，这对 CP 就算回来了，能不能真拯救内娱古偶寒冬？我觉得吧，别把话说太满。一部剧再怎么情怀加持，也改变不了整个行业的工业基础问题。现在古偶最大的问题
是生产模式固化，大家都在算账，流量能带来多少预售，海外能卖多少钱，衍生品能赚多少，而不是在较劲怎么拍出一个10年后还能被翻出来看的故事。锦衣之下这5年还能稳居经典榜前列，说到底是他在一个相对不那么浮躁的环境里，留下了一段真诚的银幕爱情，观众有共鸣，就会一刷再刷。长街长要想复制这种生命力，就得先别把自己当情怀续集，而是当一部独立的新作品，把人物、故事、世界观扎扎实实立住 ，CP 感是加分项，不是遮羞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观众也挺好哄的，你只要别骗我，别拿个粗制滥造的剧，打着白月光回归的旗号圈钱，大家就愿意给你一次机会。真要是原班人马认真做事，谭松韵、任嘉伦也拿出点破釜沉舟的劲儿，把这次合作当成一次自我救赎，那内娱古偶这口气多少能顺点。至于长街长到底能不能开机，什么时候官宣，最后选的演员是不是现在赚的这俩，谁也不敢拍胸脯保证。娱乐圈向来变数多，合同没签，剧本没定，一切都有可能翻车。但有一说一，只要风一吹，说要中剧，大家心里那个小火苗就又点着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观众对真情绪是真不容易放下的。我也不装理智观众了，真官宣那天，我肯定比谁都乐呵。到时候咱再好好聊聊，这对白月光古偶 CP 能不能再把早就快看麻木的古偶市场搅和出点新花样来？要是能行，那可真是给这冷风嗖嗖的内娱添了一口还挺暖和的炭火杯。